大家好，我是不眨眼的所长林超。最近真的好久没有更新了。首先，我得给大家解释一下最近在干什么。我在出版这本小黄书，叫《开窍》。这本书主要是研究人类的繁育问题。开玩笑。那出这本书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发现跨学科通识课涉及的知识点实在太多了，只听一遍根本记不住，所以他们希望能有一本书能够定期翻阅。因为基础学科嘛，很多模型就是得反复看才能够消化的。其实连我自己啊也很需要这本书，因为有的时候我想回忆一个模型的细节，也得很辛苦的回到视频里面去找，这体验真的是太不友好了，还是翻书来得快。所以喜欢跨学科通识课的同学，很推荐大家把这本书放在家里面当工具书用。那这本黄书呢，420页纸，收纳了100多个学科的模型，几乎没有一页是废话。我希望它是那种大家可以一直放在书架里，每年都重读几遍，一直读到老的书。好，说回正题啊，今天我们聊聊印度。最近大火的 ChatGPT， 我想不用多介绍了，反正它的强大让人震撼，一时间全球无数的人都在议论，未来究竟有多少职业会被 AI 干掉。尽管目前的 GPT 3.5 看起来还不能够直接替代人力，但是 AI 技术爆发的指数级威力已经能够感受到了。更强大的 ChatGPT 4.0 很快就要发布了，而紧接着可能还有5.0、6.0，谁也说不清楚5到10年之后 AI 对全球各国的就业市场冲击到底会有多大。就先不说10年那么远吧，单看未来1到2年，其实已经有一个国家开始遭受 ChatGPT 的暴击，它就是印度。包括 ChatGPT 在内的 AIGC（AI Generated Content） 也就是 AI 生成内容技术，正在对印度的服务外包产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啊！尤其是客服外包、代码外包、设计外包、运营外包、数据处理外包这几大领域更加是重灾区啊！这对于高度依赖服务外包产业的印度而言，绝对是个噩耗。不过，印度经济最近的坏消息可不止于此，比如前不久，印度首富阿达尼被美国金融机构做空，他旗下10只股票市值1周就收拾了1200亿美元，这也动摇了印度股市，导致外国投资者撤离。1月30日到2月1号，印度股市连续3天外资净流出就超过了400亿卢比，而从去年5月份开始，随着美国制造业回流，外企也在撤出印度。2022年5月，特斯拉就搁置了印度电动车的销售计划。8月，福特汽车宣布遣散印度工厂2592名员工。11月，亚马逊关闭了部分印度市场的业务。从去年5月到现在，外资已经从印度撤出了2万亿卢比的金融资产。要知道，早在2021年，中美关系紧张，印度作为受益者取得了高达8.68%的 GDP 增速。紧接着，俄乌冲突又来了，印度更是在石油上大赚了一笔，这导致2022年上半年很多人对印度的前景非常乐观。比如2022年1月，印度央行发布报告称，消费者和企业的整体信心坚挺。3月 ，Google CEO Pichai 说他对印度的数字经济充满信心。4月，印度财长尼尔马拉西塔拉曼说，印度将长期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但是进入去年6月份以后，印度突然就从中美竞争的受益者变成了受害者，感觉他的 flag 立得越多，脸就会打得越疼。其实，如果梳理印度过去500年的经济史，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先起后落的过山车印度经济模式其实重复了很多次了。先从印度经济史上最高光的那段历史说起，1526年到1858年，印度莫卧儿帝国经济体量曾经一度高达全球的24%。当时印度的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有很多证据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印度农民比西班牙更早用上了播种机，印度工人比英国更早用上了轧糖机，印度商人比葡萄牙更早用上了货运船。根据经济史学家 Wallerstedt 的统计，莫卧儿帝国当时的人均农业产量、消费标准可能都高于同期的欧洲啊。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呢？首先是因为农业好嘛，而农业好又是因为地理条件好。印度地理条件怎么个好法呢？可以跟中国做对比。表面上看，印度面积只有298万平方公里，而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中国面积大很多啊。但实际上，从地利的角度，印度的平原占40%，这使得他们的可耕种面积高达1.6亿公顷，达到全球第一。而中国的平原占比只有12%，耕地面积1.2亿公顷，而这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条件差的山地和丘陵。从天时的角度，印度是热带季风气候，作物主要是1年3熟；中国是大陆季风气候，作物主要是1年2熟。这个天时叠加地利，让印度的耕种条件远超中国。从世行这张最近50年两国耕种土地面积占国土比例图，我们能够做出更直观的对比啊。这里面蓝色线就是印度的占比，绿色线是中国占比，两国耕地面积占比的差距是肉眼可见的。不过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种有利于农业的地形也导致印度在历史上经常被入侵。印度3面环海，1面环山，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一望无际的印度洋和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就是印度天然的屏障，而唯一的缺口就是西北角一个叫开伯尔山口的通道，这里最窄的地方只有600米宽，所以理论上印度人在这里修一段长城，那整个印度大陆就牢不可破了。但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国防的概念了。加上各个民族的聚居地又离开伯尔山口很远，所以通常外族只要通过开伯尔山口，接下来印度就几乎是秒跪。比如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人来打，跪了一回；公元前600年，波斯人来打，又跪了一回；公元1200年，突厥人打进来，同样是秒跪。也难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印度受伤的文明》这本书里面是这样说：没有任何文明像印度这么缺乏抵御能力，没有一个大国会这么轻易的被侵略，而从灾难中学到的又那么少，所以长期被侵略导致印度
度的民族性格缺乏主动性和反抗精神。莫卧儿帝国同样如此，没有武力保护的巨大财富只能用来掠夺嘛。所以强盛之后，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葡萄牙、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都先后入侵过莫卧儿帝国。根据历史学家估算，仅英国一国在印度掠夺的财富就高达54万亿美元，相当于现在英国一年 GDP 的17倍啊！而且他们这轮殖民掠夺也让印度从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成为了全球最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好，那这段历史过去了100多年后，印度又迎来了一个高光时刻，就是他们的国父嘛，圣雄甘地登场了。说到甘地，他带领印度摆脱殖民统治的政治成就是无人不知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经济成就，因为他在印度独立的第2年就被刺杀了嘛。而他的继任者尼赫鲁一上台，就开启了轰轰烈烈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一开局就是3个5年计划。这种5年计划搞发展的方式，当时在第3世界是很流行的，因为苏联老大哥一度搞得很成功嘛。1927年，尼赫鲁作为国大党的总书记，曾经游历过苏联，当时就被苏联模式所震撼，所以当他后来在印度掌握实权的时候，就开始完全照搬苏联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当时印度开局也算拿了一手好牌啊，因为英国殖民时期留下大量基础设施和产业，比如印度的工业产值当时比中国高了4个百分点，他们还有5万多公里的铁路，在亚洲排名第1，而且他们的钢铁、电力、水泥、棉布还有很多产业的产量也都远高于当时的中国。除此之外，英国还给了他们一套非常现代化的行政、法律、教育体系。可是这么一手好牌，在20年的时间里被打得稀巴烂了。从1950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里，印度的 GDP 增速一直只有3.5%左右。对比这个时期亚洲4小龙的高增速啊，印度这种蜗牛式的增长也被很多经济学家嘲笑为印度式经济增长率。你看，虽然计划经济在苏联也最终失败，但是人家至少还有高光时刻。为什么来到印度连个水花都没有掀起来呢？因为计划经济是全国一盘棋，和印度根深蒂固的央地割裂状态形成了天然的矛盾。那么印度为什么会有央地割裂呢？因为他们的地主阶级非常强大。印度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5%的富农和地主掌握了32%的耕地，他们才是农村真正的主人。对于印度的很多村民而言，国家这个概念远不如村里的主人来得真实。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印度人内心根深蒂固的种姓意识。那关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具体我就不多解释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这4等种姓分别代表什么？有兴趣同学自己去查。我真正好奇的是，印度都废除种姓制度这么多年了，为什么它的力量还这么强大？为什么印度的种姓可以延续长达3000年？这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绝无仅有的。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后发现，原来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印度教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闭环。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度教认为人的灵魂是轮回的，这辈子是贱民，下辈子就可以是贵族，今生受苦，来世就可以享福。这又刚好精神安慰了种姓制度下大量翻身无望的底层人民，而这群人又坚信忍受此生贫穷，就可以在来世投胎成为贵族，所以他们又反过来拥护种姓制度。你看，这不就闭环了吗？而且如果我们跳出来重新审视这张图，就会发现印度的央地割裂内在原因如此之深刻，以至于计划经济在印度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落地过，所以它掀不起任何水花，也就不足为奇了嘛。好，时间又来到1991年，另一个重要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辛格。所谓改革，就是大力推行自由市场经济，比如废除经营许可制度，推动公共事业部门私有化，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等等等等。这场改革当时在印度轰动一时，很多人认为印度终于要重拾当年莫卧儿帝国的辉煌了。在改革的前期，印度经济确实有了迅速的好转。1991年到2004年，印度 GDP 稳步上升，增速最高达到了8.8%。但是好景不长，2011年印度 GDP 增速就突然断崖下跌到5.2%。这是辛格第2个总理任期的第2年，糟糕的经济数据让他开始风评逆转。2012年，《时代》杂志把他挂上了封面，大标题写着 "The Underachiever" 差等生。其实并不是辛格的经济政策出了多大问题，而是一桩贪腐案拖住了他的脚步。2008年，印度电信部门把88个2G 牌照按照白菜价卖给了很多不达标的企业，造成了印度建国史上最大的贪腐案。这个案件涉及5亿手机用户，让75%的大型企业对政府非常失望，动摇了整个印度经济的国本。在接下来几年里，印度通胀率高达12%，GDP 增长率在2012年跌到了4.4%。2013年，印度卢比在半年之内贬值了20%。这一切最终导致2014年辛格宣布辞职，黯然离场。而接替他的就是大家熟悉的莫迪老先了。2014年，莫迪一上台就是一套组合拳，他废除计划经济委员会，打击政府贪腐，强化中央集权，推行印度制造计划，确立数字印度战略。果然，印度经济又一次起死回生。2015年，他们 GDP 增速突破8%，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当时的莫迪非常自豪啊，说21世纪是属于印度的。可是好景不长啊，2017年印度 GDP 又开始增速放缓，到2019年更是跌到了3.9%啊。那它怎么又崩了呢？其实印度产业结构一直都很畸形嘛，他们的工业化这一步始终没有走好，但服务业却突飞猛进，这一点大家都很了解了。2000年到2018年18年间，印度第3产业占 GDP 比重一直都在50%上下。但是印度的3产它并不是发达国家常见的金融、咨询、法律等高附加值产业，而是跨国服务外包嘛。这是我们视频开头说过的，未来即将
被 ChatGPT 暴打的产业。不过在当时，莫迪还真顾不上人工智能对他们的打击，他主要的烦恼还是产业畸形造成的低抗风险能力和高对外依存度。所以莫迪一上任就决心要大力扶持制造业。从2014年启动印度制造计划开始，印度先后开始了智慧城市战略，推出了建设工业走廊和基础设施的征地法，设立了有利于制造业的劳工法，还统一了商品和服务税等等等等。反正为了搞活印度制造业，莫迪可谓是动作不断。可是结果怎么样呢？2014年到2021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始终在15%上下徘徊，在多个亚洲发展中国家里面是垫底水平啊，甚至比破产的斯里兰卡还要低。为什么印度制造就是扶不起来呢？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比如印度尽管是人口大国，但是普通民众受教育程度其实比较低的，他们缺乏大量能够进入制造业的工程师资源。根据平安证券的数据，2014年印度成年人的识字率只达到中国1987年的水平。根据世行的数据，2011年到2021年10年里，印度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从23%增长到31%，但对比同期的中国，这个数字是从26%涨到64%的。连印度内政部长都说，到了今天，印度都还有2.8亿的文盲。你看，再比如印度尽管出产了很多全球顶尖的 CEO， 却始终没有几个全球顶尖的企业家，尤其缺乏那种敢于30年如一日死磕高科技制造业的创始人。比如中国有任正非、王传福、曾毓群，他们创办的华为、比亚迪、宁德时代都是全球有竞争力的科技制造企业。但是印度最有影响力的信实集团和塔塔集团，他们的创始人都只是把公司打造成了本土垄断财团，并没有展现出像华为这样的全球竞争力。相比之下，印度有名的职业经理人就太多了，比如谷歌 CEO 三达尔皮查、IBM CEO 阿尔文德克里什纳、微软 CEO 萨蒂亚纳德拉、百事可乐前 CEO 英德拉卢英德，这个我没读错吧？德勤前 CEO 普仁杰，还有现在的英国 CEO 苏纳克嘛。这种现象其实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即便印度最精英、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的服从文化仍然是深入骨髓的。而如果把服从文化这个元素嵌入到我们刚才画过那张图里面，就会发现一个更大的闭环其实补齐了。你看，跟印度教相辅相成的种姓制度造就了服从文化，服从文化保护了地主阶级的权利，这又形成了印度长期央地割裂的局面，而它又会进一步促使规模效应不足的问题。缺乏规模效应就导致制造业弱小，制造业弱小，经济自主性就变差，而这又会进一步促使服从文化，让最优秀的人才全部流向欧美当职业经理人，最终也就没有人愿意留在国内死磕自主创新了。这就是整个的恶性循环，而这个循环恰恰就是印度制造业起不来的症结所在。你看，印度建国之后，似乎一直就在这个循环里面打转。尼赫鲁搞计划经济落在这里面，辛格搞自由市场也落在里面，现在莫迪搞印度制造也并没有打破这个循环。即便是他们曾经引以为豪的服务外包产业，现在也被 ChatGPT 逼到了墙角啊！这点我们文章开头已经讲了，就是一场可能会摧毁全球服务外包产业的人工智能革命即将到来嘛。怎么说呢？我只能对印度说一句。好了，印度的事情就先说到这里。最后，对这本书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击下方链接了解。再次感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再见吧。